大家好，歡迎嚟到 YM 工作室，我係阿佬，歡迎嚟到奇案系列嘅第8集。今日要講嘅咧就係許金山用瑜伽球殺妻女案。其實已經歷時咧係2015年5月22日發生，咁已經咧差不多近10年噶啦。期間咧轉轉接接咧，又審訊又上訴又再審，以為過一段落啦，點知原來係未完嘅。剛剛咧喺最新咧2月14號嘅時候咧，許金山已經係爭取咗佢自己嘅上訴機會啦。至於可唔可以進行第二次嘅上訴咧？上訴是否成立咧，就要交俾咧上訴庭去處理啦。但係我哋而家咧就即本咧將呢件事咧重組一次，等大家了解下許金山做咗啲咩咁恐怖又乞人憎嘅情況。許金山殺妻女案呢，係發生喺2015年5月22日嘅一單案件嚟嘅。當時咧就係任職喺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麻醉及深切治療學系副教授嘅許金山咧，佢太太黃秀芬咧同埋佢嘅二女咧許麗玲咧就被發現咧喺一部咧黃色嘅 Mini Cooper 入邊咧昏迷死亡。其後兩人證實咧就係中咗一氧化碳中毒身亡嘅。而呢宗案件咧最初係查唔到任何被告嘅，直到咧2年之後2017年嘅9月咧，許金山先係被拘捕咧同埋檢控。喺2018年嘅9月18日咧，許金山係第一次咧被9人嘅陪審團咧裁定咧2項嘅謀殺罪罪成，係判處終身監禁。其後咧，佢就不服上訴咧，就不停去上訴。上訴法院拒絕咗佢嘅上訴申請，佢再去終審法院度要求上訴。去到2023年嘅11月21日，終審法院咧就裁定許金山上訴得直，下令將案件咧發還重審。直到2025年1月14日咧，第二次嘅開審咧，高等法院今次7人嘅陪審團咧，亦都再次咧一致裁定咗許金山咧2項謀殺罪罪成，判處終身監禁。但係去到2025年嘅2月14日咧，據報章顯示咧，許金山就再次咧就住第二次審訊嘅控罪結果咧進行呢個上訴。暫時咧就未知道佢第二次上訴嗰個結果係能否成功啦。跟住落嚟咧，我哋咧會講一講咧喺呢個案件入邊咧有幾個比較關鍵嘅人物，包括兇手啦、受害人同埋一個相關嘅一個人物。首先講翻許金山啦，許金山咧喺2015年嘅時候咧，大約就50歲。當時咧佢就任職中文大學醫學院麻醉及深切治療學系副教授，同時咧佢亦都係咧沙田威爾斯親王醫院嘅名譽高級醫生。佢本身咧就嚟自馬來西亞嘅，喺1988年咧喺英國倫敦大學咧取得呢個內外全科嘅醫學士，喺1993年咧就取得埋英國皇家麻醉科醫學院院士。到咗1997年佢獲得香港醫學專科學院院士，係呢個麻醉科嘅。1997年加入咗香港中文大學擔任助理教授，主要咧研究呢個產科嘅麻醉。去到2013年完成咗中大醫學博士嘅論文，研究向剖腹孕婦供氧，係該個領域首篇博士論文，兼且獲中大嘅嘉獎，亦都係咧中大校內嘅網球隊嘅教練啊，曾任咧中大女子網球隊名譽領隊，喺2000年嘅逸夫書院教職員聯誼會單打網球賽咧獲得季軍。許金山咧亦都喺警界下咧直認咧同前學生兼助理李詠儀咧有呢個婚外情。據許金山嘅細姨咧黃秀芳指出咧，許金山做人嘅格言 Whatever you do is not wrong if you don't get catch， 即係中文咧就係不管你做什麼，只要不被找都是沒有錯的，即係類似咧 Catch me if you can， 你捉到我先講。我哋講一講佢嘅情婦啦，呢個親密情人咧就李詠儀，就許金山嘅情婦。案發時大約34歲左右，當時係任職咧香港，佢都係同樣咧嚟自馬來西亞嘅。係許金山嘅學生兼研究助理。李詠儀咧2004年嘅時候咧，以一個1級榮譽成績畢業喺香港理工大學放射學系。
2004年至到2008年咧，就喺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修讀麻醉及心智治療學嘅博士學位嘅時候咧，許金山就係佢指導導師。兩個人咧雖然年差咗16年，但係仍然發出一個忘年嘅師生戀。喺2007年，李詠儀咧以港幣124萬咧購入咗愉翠苑一個單位，因為愉翠苑咧就係毗鄰呢個沙田威爾斯親王醫院喺隔離嘅啫，所以咧呢個咁嘅單位咧成為咗我哋日後咧幽會嘅愛巢。李詠儀咧本身咧亦都多年嚟發表嘅多篇論文，大都是咧同許金山一同研究嘅。喺兇案發生之後咧，李詠儀同許金山仍然關係非常之親密，更加咧就成日以一個情侶之間出雙入對，曾經咧兩個就結伴咧出去外遊。警方咧曾經咧就將佢拘捕，但係因為發現咧佢嘅證據不足，所以咧就放翻佢走。咁啊，至於兩名死者啦，分別咧就係許太、黃秀芬。黃秀芬當時嘅身份咧就係許金山嘅妻子，因為當時佢哋係夫妻關係嘅，冇離婚嘅嚇。案發時大約47歲到，佢同樣咧都係嚟自馬來西亞嘅。早年咧就係英國任職嘅護士嚟嘅。案發當時咧佢喺香港咧就任職家庭主婦。喺1992年咧同許金山結婚之後咧，育有咧3女1仔。喺2015年5月21日嘅時候咧，即係大約死前嘅1日啦。佢同妹妹黃秀芳透露咧，打算咧暑假一家人咧就去法國同埋西班牙巴塞隆拿旅行。點知咧第二日咧已經係同兒女咧喺自己嘅 Mini Cooper 度咧就身亡。咁啊，至於另一位死者就係兒女許麗玲，我哋俗稱叫 Lily 啦，就許金山同埋黃秀芬嘅第二女。死亡嘅時間大約係16歲左右啦，佢喺香港出世嘅。7歲嗰陣時咧，被患有咧呢個 ADHD 嘅專注力不足過度症同埋讀寫障礙。佢曾經咧都喺保良局賽繼有學校讀過書。咁啊，2014年咧暑假期間就轉校去馬鞍山嘅啟新書院。啟新書院補充一下咧，就係英基書院系列嚟嘅，即係國際學校系列嚟嘅。咁啊，2015年5月22日咧就同佢媽媽咧阿黃秀芬一齊咧就死喺咧呢個 Mini Cooper 入邊咁樣嘅。呢一段咧，我哋會講下咧許金山同阿黃秀芬係相識相知嘅經過，甚至咧點解最後咧啲關係會搞到咁惡劣，呢啲都我哋一日會講嘅。時間翻去1988年，許金山咧就同黃秀芬相識，當時佢哋兩個人咧都喺倫敦一間醫學院咧受訓，分別咧許金山係醫生，黃秀芬係一個護士。兩個人咧就喺1992年咧結婚，1997年咧就移居咗嚟香港。咁啊，先後咧就生咗3個女1個仔。喺2015年嘅時候咧，即係出事嘅時候咧，大女19歲，二女即係死者 Lily 16歲，三女12歲，同埋一個細仔11歲。案發時候，大女就已經喺馬來西亞咧讀緊醫科，二女咧就喺馬鞍山啟新書院度讀緊，三女咧同埋阿細仔咧都喺保良局賽繼有學校讀緊嘅。咁啊，保良局賽繼有都係一間直資學校，都係一間非常之唔錯嘅學校嚟㗎。喺2004年至到2008年啦，咁啊講翻情婦呢個人啦。李詠儀咧就喺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咧修讀麻醉及深切治療學嘅博士學位。當時許金山咧就係佢嘅指導導師，兩個人咧就係相差咗16年，但係咧都係發展咗一段忘年嘅師生戀。咁啊，2004年開始咧，李詠儀咧更加咧就去登堂入埋室啦，去到許金山嘅屋企咧，幫佢大女同埋二女咧補習中文。大女咧曾經喺法庭上講過咧，佢係第一個咧發現李詠儀同佢父親咧，即係兇手咧，許金山有染嘅，即係有外遇嘅。喺2008年開始，許金山咧同埋呢個太太咧黃秀芬關係轉差，兩個人咧感情出現問題。咁咧許氏一家人咧本身係6個人咧，就2013年咧搬入西貢西沙路大同村一間3層高嘅獨立村屋居住。喺2013年嘅夏天咧，一個燒烤聚會咧，
黃秀芬咧就喺佢朋友口中咧得知咧，原來幫佢嗰兩個女補習嘅李詠儀咧，竟然就係佢丈夫嘅小三。黃秀芬嘅家庭醫生，黃秀芬咧本身都有睇一啲醫生咁樣嘅，其中一個家庭醫生黃嘉欣就指出，2013年11月開始，黃秀芬咧就患有一個中度抑鬱症同埋一個中度嘅焦慮症。喺2014年嘅6月，黃秀芬咧就終於咧向許金山提出離婚，但係咧許金山斷然拒絕咗。黃秀芬就話：許金山咧當時咧每星期只會留喺屋企3日嘅啫，每次翻屋企咧都有啲唔開心、唔和平嘅事件發生。咁啊，至於許金山同埋黃秀芬咧，本身咧大家就共同擁有680萬嘅港幣現金。另外咧就共同擁有一間公司，同埋咧呢個俗稱叫長命契嘅聯權共有方式，擁有7間嘅村屋單位，包括西貢呢個大同村商號嘅村屋3層，市值咧係2300萬港元；大西貢大同村單號村屋1層，市值係600萬港元；大嶼山塘福單號村屋3層，連5000尺嘅地皮，市值2500萬港元，所有物業總值都超過5000萬港元㗎喇，全部咧係清還或者冇按揭嘅。兩個人嘅物業咧係長命契方式，換言之咧就係如果黃秀芬死咗之後咧，所有物業權益咧就自動會去咗許金山身上。但係如果佢哋兩個人係離婚嘅話咧，就隨即就會擘開做一半一半咁樣分去俾黃秀芬或者許金山。咁啊，令黃秀芬咧亦都喺海外咧買咗幾份保險，其中一份人壽保險嘅賠償額咧達到507萬嘅港紙，受益人係許金山。喺2014年嘅下半年，許金山同黃秀芬咧選擇繼續唔結婚，除咗令到咧為住嗰4個仔女着想咧，因為佢哋咧亦都仲細嘅情況啦，亦都考慮佢哋本身咧自己嘅身家咧超過咗5000萬，黃秀芬咧要求咧離婚之後要分一半，但係許金山淨係分1/6，雙方咧就住呢個分產嘅情況咧僵持咗當年咧都冇解決過。咁啊，根據入境處記錄咧，許金山咧同李詠儀咧，先後喺2013年4月19日至到2015年8月30日，即係咧事發前嘅2年至到事發案發咗之後嘅3個月，佢哋曾經9次一齊出外旅遊，包括許金山妻女出事後嘅3個月內咧，佢哋兩個人仍然係繼續一齊出去旅行咁樣嘅。時間翻嚟2015年5月22日，即係許金山太太同兒女出事嘅當日。喺朝頭早，黃秀芬就早上7點半左右就揸住佢旗下嘅黃色 Mini Cooper 咧，就車咗3個女同埋個仔返學。但係1個鐘頭之後咧，就連埋個車返咗屋企。咁喺花園度咧逗留到大約10點之後就返房。留意一點咧，許金山咧當日朝頭早咧係唔需要返工嘅。佢大約咧係下晝嘅時間咧先需要出門口咧去返中大咧聽學生去 present 嘢，咁先再返醫院度做嘢。但係中午至下午時分咧，黃秀芬就同當日咧下晝放假嘅兒女咧許麗玲咧就拎架車出去，兩個人咧就揸住架黃色 Mini Cooper 咧喺西貢方向咧就向住呢個馬鞍山方向前進。大約行咗幾分鐘嘅路程咧，去到寓所出面1.4公里外嘅西沙公路嘅西澳村出面咧，有人發現佢哋架私家車就停咗喺一個巴士站嘅備車處停低咗。去到下晝嘅3點35分，當時任職護士嘅湯玉玲經過見到黃秀芬喺個座駕入邊停咗喺備車處，但冇泊正，車身微微斜出。咁啊，初時以為佢哋係閉目養神，所以冇理到。咁啊，於是咧佢就繼續去做自己嘢。去到下晝嘅4點15分，湯玉玲咧沿路折返嘅時候，仍然見架車咧原封不動咁樣。於是佢走近車窗去睇，同埋拍打個車窗同埋車身，見到咧佢
許麗玲 Lily 同埋佢阿媽咧黃秀芬完全毫無反應，於是咧就決定報警。消防同埋警察啊救護員咧就好快嚟到，並且將佢哋兩個人送院。好不幸咧喺當日嘅下晝5:30咧就最終咧證實咗佢哋不治嘅。咁啊法醫咧亦都當日咧已經進行呢個解剖驗屍，咁啊發現兩個人喺血液中嘅一氧化碳含度咧高達50%，比一般咧足夠致命嘅濃度40%仲要高出10%，因而咧有理由懷疑佢哋係吸入高濃度嘅一氧化碳致死。法醫咧推斷佢哋死亡時間介乎係當日嘅中午12:45至到下晝2:55。警方亦都將呢架 Mini Cooper 咧帶走，咁啊驗車發覺私家車嘅機件咧完好無缺，亦都冇一氧化碳洩漏嘅問題。至於一氧化碳喺邊度嚟咧，就成為咗最大疑問。曾經咧事後咧有參與調查嘅警員事後透露咧，其實當日已經對許金山作出呢個起疑㗎啦。原因在於咧，見到許金山咧去到急症室咧，淨係咧攬住阿二女個遺體咧痛哭。對佢太太咧就不聞所問，而且咧喺落口供嘅時候咧就不時批評佢太太。咁但係咧由於許金山當時有一個不在場證據咧，警方無奈只可以放人。警方咧其後咧亦都透過咧呢個國際刑警咧向寶馬車廠喺德國總部查詢車輛嘅維修詳情。經過1年之後咧得到回覆，得知咧啲有一氧化碳咧就唔係嚟自架汽車。於是咧，探員開始懷疑同埋車尾咧發現一個漏咗氣同埋冇膠塞嘅灰色瑜伽球可能有關。喺案發之後嘅半年之後咧，政府化驗所咧對呢個瑜伽球已經作出化驗，就冇驗出有一氧化碳。於是咧，警方就唯有咧向一氧化碳供應商查詢，就得出個發現就係原來咧喺2015年4月8日，即係大約事發前1個月左右，有一樽大約容量6.8立方米、純度99.9% 嘅一氧化碳咧，曾經送去咧許金山做嘢嘅中文大學李嘉誠醫學大樓。咁啊，雖然買嗰人咧就係呢個中大矯形外科及創傷學系嘅研究助理周教授，但喺2014年10月發出嘅電郵報價咧係許金山收嘅。周教授咧就話咧，其實係按許金山嘅指示咧，幫佢咧向林德港藥咧有限公司買呢個一氧化碳嘅，並透露咧案發前2日咧已經見到許金山將啲一氧化碳咧注入2個瑜伽球咧拎走。咁啊，2016年5月12日，即係事隔咗咧大約將近1年左右啦，警方先首次咧拘捕許金山，並咧喺佢屋企咧進行呢個搜查令。咁喺許金山書房一個櫃桶入邊咧，發現一個白色嘅瑜伽球室。許金山當時咧就辯稱咧一氧化碳咧係要塞入去呢個瑜伽球，又話懷疑咧係阿二女自己自殺。但係因為當時咧仍然有大量調查未完成，咁於是咧就喺2017年1月20日咧暫時將許金山咧就剔除呢個被審嫌疑人。而警方亦都咧曾經咧向呢個李詠儀咧作出一個調查，原因咧就係李詠儀咧曾經至少2次咧喺許金山一氧化碳實驗嘅時候咧曾經喺實驗室出現過，而喺意外前嘅1晚咧許金山又曾經4次同李詠儀通話，咁所以咧不排除咧李詠儀係有份參與呢個謀殺嘅過程，咁所以咧曾經都將李詠儀拘捕嘅。李詠儀當時咧就表現冷靜，喺警戒下咧話對件事咧全不知情咁樣嘅。李詠儀咧亦都向警方表示咧，佢已經唔記得咗意外當時咧同許金山傾嘅4次電話通話內容。咁由於警方咧發覺咧證據不足，咁所以咧就冇再次起訴或者拘捕李詠儀，直到咧件案件2025年咧都冇再對李詠儀作出任何檢控或者起訴咁樣嘅。喺2017年嘅9月11日。警方再次搜集到資料，於是警方嘅重案組咧就喺西貢大洞村許金山嘅住所咧，再次將佢拘捕，並且隨即咧落案控告佢2項謀殺罪。當日嘅下晝咧已經帶到去沙田裁判院提堂。許金山今次嘅被捕咧，就係咧喺警戒之下做話咧，案發前2日佢就
將中大嘅一氧化碳咧注入咗2個瑜伽球，並且帶翻屋企。佢又話攞嚟解釋咧係殺老鼠，亦都咧曾經咧俾佢嘅兒女咧許麗玲撞破咗。佢曾經咧提過許麗玲唔好掂嗰啲毒氣嘅，咁但係佢而家咧就推卸責任咧，就話咧有機會係個女咧就有自殺傾向，就帶咗啲瑜伽球上車，令到毒殺咗自己同埋佢太太嘅。而佢對佢同太太嘅關係咧，佢話咧佢太太都知道佢同情婦嘅一啲關係㗎啦。咁只不過佢太太咧就唔想話失咗經濟支柱，所以咧就唔肯離婚。咁但係警方就唔係咁睇法，警方咧就懷疑許金山咧係因錢財動咗殺機。案件去到2018年嘅8月22日咧，案件就喺高等法院開審啦。許金山當時被控咧2項謀殺罪，今次咧係佢第一次喺高等法院被控審訊呢個謀殺罪嘅。咁咧呢個案件咧就指控佢咧喺2015年5月22日殺害咧黃秀芬同埋佢嘅兒女許麗玲。當時咧許金山就選擇不出庭自辯嘅，庭上咧淨係播放出許金山同警方嘅會面記錄。喺法庭當時咧，亦都傳召咗中大矯形外科及創傷學系研究助理周教授。佢作供表示咧，2015年5月20日，即係下晝2點鐘，即係意外前嘅2日，佢同許金山同埋技術員進行呢個實驗，將一氧化碳注入白兔嘅血液。當日咧，李詠儀咧曾經喺下晝4點鐘出現，實驗咧大約喺下晝4點半完成。周教授話咧，親眼目睹咧，許金山就將一氧化碳咧注入咗2個瑜伽球，以2隻手咧環抱住方式拎走個瑜伽球。許金山當時表示咧，要帶走啲一氧化碳咧去俾化學系嘅朋友咧去化驗濃度。而許金山就同警方會面時候咧，就辯稱咧啲一氧化碳愛嚟殺死咧屋企嘅老鼠，但係佢嘅印容咧就表示咧案發前嘅5個月咧，屋企已經冇呢個鼠患嘅蹤跡。許金山咧喺成件事上一直咧都係維護住呢個情婦，話堅稱咧同呢個李詠儀係無關嘅，但係同一時間咧就將呢個殺人嘅責任咧就推卸咗落佢兒女許麗玲身上。佢將咧自己嘅兒女咧描繪成為一個情緒不穩、有自殺傾向同埋有刺母傾向嘅一個危險人物。佢話佢會將一個充滿一氧化碳嘅瑜伽球上車，導致佢自己同埋佢媽媽嘅死亡，犯下刺母之罪。但係相反咧，好多證人咧就表示許麗玲咧為人友善、性格開朗、對生命熱情、對未來係充滿期待、冇自殺傾向嘅。由於咧許麗玲嘅同學指咧，佢哋2015年咧一齊參加咗呢個世界學者杯。而事發當日咧下晝1點半鐘咧，許麗玲更加同佢嘅同學咧約好咗3日之後到餐廳用膳。咁印容亦都表示咧，許麗玲咧同埋黃秀芬咧喺出門口嘅時候咧係並無咧帶上呢個任何瑜伽球上車嘅。喺2018年9月19日上晝11點15分左右，9名陪審團退庭商議。5男4女陪審團經過7個鐘頭商議之後咧，一致裁定咧許金山係犯咗2項謀殺罪成，法庭咧依例判處終身監禁。當時第一次審訊嘅法官咧張慧玲咧就話許金山係一個聰明同埋教育程度高嘅人，但係咧有預謀有計劃咁殺害妻子，令人震驚。呢件事咧亦都當時咧係震撼咗香港同埋海外傳媒嘅。許金山咧並未因為咧被第一次咧被判咧有罪之後就完全放棄，覺得咧安分守己咁去坐監。喺2018年嘅10月16日咧，律政司就收到許金山嘅上訴申請。咁啊，直到咧2020年12月16日咧，就正式咧喺高等法院進行呢個上訴。咁咧，許金山當時就上訴嘅話咧，其實涉案瑜伽球咧就可能係其中一名事主放上車，即係暗示咧係佢兒女許麗玲嘅。但係首席法官潘兆初就指咧，當時家用咧印容嘅證據已經顯示咧，當時2位事主係冇帶走任何瑜伽球。
咁啊，辯方亦都話咧，審訊期間咧質疑咧原審法官係冇充分考慮辯方案情，引導陪審團嘅時候忽略咗部分細節。如許咧正在當時咧做緊一氧化碳實驗，屋企有鼠患問題。但係上訴庭認為咧，原審法官已經係妥善咧總結咗證供，上訴人係獲得公平審訊。咁於是咧喺2022年咧6月7日咧判詞咧駁回上訴。許金山係需要繼續服刑。咁咧2022年10月25日咧，上訴庭再次頒發一個書面嘅判詞，就認為咧原審法院已經妥善根據咗英格蘭同埋威爾斯上訴法院嘅指引咧去引導陪審員㗎啦。咁啊，所以咧佢認為咧陪審員已經正確了解控方嘅舉證責任同埋標準，所以上訴方提出嘅法律爭議係並非合理可供詞，於是咧就拒絕咧被告上訴至中院嘅上訴證明書。但係許金山係並未死心啊，佢自己咧就直接咧再bypass咗咧跳上去終審法院提出呢個終極上訴，而終審法院咧最終咧就喺2023年6月6日咧批准佢呢個上訴許可，亦都喺2023年嘅11月21日咧頒布判詞。終審法院咧就話咧原審法庭咧係未妥善引導陪審員，裁定咧許金山咧第一次嘅案件咧係上訴得直，案件係需發還重審嘅。咁另外咧喺2020年嘅7月6日咧，醫委會都就住許金山嘅案件咧召開咗紀律聆訊，咁啊認為咧謀殺罪咧係最嚴重罪行，喺案件度睇到被告許金山咧已經係唔適合擁有醫療嘅專業資格，所以喺2020年嘅時候咧已經判處咗許金山係無限期咧從呢個普通科同埋專科醫生名冊中除牌，已經係生效咗，直到而家仲係維持緊嘅。咁喺2024年嘅11月6號咧，重審案咧即係叫第二次審訊啦，喺高等法院就開審。今次咧佢就聘用辯方大律師咧安華輝同埋大律師陳元同咧代表許金山自己嘅。但去到第9日嘅聆訊時候咧，許金山咧就作出一個認為對自己最有利嘅情況，就認為佢自己咧做自辯同埋自己盤問證人係好啲，於是咧佢就終止咧聘用咧辯方律師團隊，改為自己親身上陣去做結案陳詞啊，同埋審問證人咁。咁啊期間咧，佢亦都一改自己今次咧改變個策略，就話咧一氧化碳咧係一個驚天嘅大實驗，但係咧佢又解釋唔到係咩實驗，亦都再次咧就話咧係阿女嗰啲咧本身係自己有問題啊，亦都講咧話本身自己係享受天倫之樂，唔會想有啲咁嘅事發生，即係將自己包裝到一個好好先生，完全啲責任咧就唔係自己身上，亦都咧提醒陪審團咧，佢話咧今次係一個好機會俾佢翻身，如果咧再判佢入罪咧，就會令到浪費咗一個人才咁樣。咁喺2025年1月14日咧，經過咗41日嘅聆訊之後咧，今次咧就有7個陪審團組成嘅，咁啊陪審團退庭商議咧，好快嘅情況咧就喺下晝3點17分咧達成裁決，最終咧再次咧判斷咧許金山咧就住殺妻女案咧2項謀殺罪罪成。咁啊當時咧許金山係表現平靜嘅，不作求情嘅，法官咧就依例判處咧許金山咧繼續係終身監禁嘅。咁因為咧，以阿老嘅理解咧，因為咧每個案件咧都有28日咧，控辯雙方有權咧作出裁決之後提出上訴嘅。咁咧，阿老咧都提我話曾經咧都以為咧今次真係告終啦。咁但係咧有網友都提過唔好咁放鬆住，佢有權上訴。咁誒亦都咧好多謝嗰幾位網友嘅提醒啦。咁冇錯啦，喺2025年嘅2月14日咧，根據報章嘅報道咧，許金山已經就住呢個重審案咧再次敗訴咧，已經提出咗上訴。咁至於而家錄音嘅時候，大約2025年嘅2月中啦，咁究竟會唔會上訴成功與否咧？究竟會唔會批出咧？咁我哋呢個就後話，要等到時再報道啦。喺最後咧，我都想講下自己對呢個案件嘅個人感想。咁首先嚟講咧，我就覺得婚外情係唔應該啦。咁如果你真係覺得一段婚姻出咗問題嘅，咁你咪好好地去解決，譬如處理離婚啦。咁但係許金山嘅思維當然唔係諗得咁簡單啦。佢又想咧攞晒所有錢，又唔想益自己老婆，又想咧
呢個情婦咧可以順理成章入屋企。我嘅假設係成立嘅話，佢就係當時諗住咧攞個一氧化碳無色無味啊嘛，咁諗住毒死咗自己個太太之後咧，就假裝成一個意外。咁之後咧，所有長命契啊各樣遺產咧就係歸佢旗下，即係佢比以前仲有錢先啦。另外，李詠怡個情婦咧本身咧同佢關係當時都算好啦，甚至係屋企人死咗之後嘅2-3個月都同佢繼續出外把臂同遊啦。咁啊，變咗嚟講咧，當時如果佢個大女、二女、三女同埋細仔全部冇死到嘅話，咁我相信呢個人咧，李詠怡好大機會咧成為佢哋嘅後母，咁啊完全接替咗咧黃秀芬嘅角色。咁咧其實都非常之恐怖兼邪惡嘅。如果呢個計劃實行到，咁啊好彩咧，就係呢個計劃咧最終就佢千算萬算咧，算唔到自己會俾人拉咗。我相信許金山而家咧都係覺得點解我咁聰明會俾人拉嘅？你睇見佢完全咧感覺上毫無悔意，直到而家咧重審再被判第2次嘅終身監禁咧，佢都不停係咁改口供。咁啊當然啦，可能佢喺監入邊太得閒啦，咁所以咧佢又再次申請呢個上訴。咁當然啦，而家究竟喺第2次重審有罪嘅上訴究竟得唔得咧？暫時未知，咁相信咧佢都會動用晒所有嘅上訴程序，唔得又上訴，上訴到真係終極上訴為止。咁所以嚟講咧，都會牽扯一個好漫長嘅時間。咁其實咧，如果我係佢，就安守本分咧，都成60歲咧，就安守本分度過餘生喺監獄。但係咧，佢完全咧令我感覺唔到佢有半點悔意，不停咧就即係為求脫身咁啊，借阿女出嚟過橋咁都明白嘅，但係一次再而三就喺度消耗緊咧自己個愛女嘅名聲咧，我覺得就有點而那個啦。咁啊，再加上嚟講咧，佢完全感覺上咧聽翻啲其他網絡嘅消息咧，話佢咧上庭嘅時候都非常之傲慢，覺得自己係一個偉大科學家。咁但係佢又唔諗下，佢做緊一個彌天大錯，殺咗自己嘅太太同埋殺咗個女，完全冇悔意。而最終咧，而家咧都叫做坐緊，起碼講緊由18年到而家都講緊7年幾嘅監禁啦。咁仍然係毫無悔意，不停喺獄中咧鑽研緊佢自己嘅一啲心計。咁啊，最終邊個得益咧？我覺得就李詠怡係唯獨一個咧全身而退到嘅人嘅啫。咁咧而家咧，李詠怡已經係咧喺理工大學成為一個聲名顯赫嘅一個教授啦。咁亦都扶搖直上，因為憑佢實力嗰樣嘢咧，繼續咧喺啲帶領咧啲團隊嘅比賽咧，繼續可以榮獲殊榮。相反咧，你呢個就算許金山，你就算講到自己幾天才橫溢又好，幾才華有能力都，你係鋃鐺入獄咧，你係根本對社會做唔到貢獻，而喺度白白咧，仲喺度消耗緊納稅人同埋政府嘅資源，簡直咧不知所謂。而佢嘅屋企人咧，亦都受到佢牽連。死嘅就死咗，在生嘅都會受到唔同程度嘅傷害，所以呢個人咧，我覺得真係難以用一個人嚟形容佢啊。咁啊，呢段片咧就講到呢度。如果大家奇案迷嘅話咧，歡迎俾個 like 我啦，亦都歡迎咧訂閱我頻道。咁啊，記得可以留言講下你哋對許金山案件睇法，因為呢件事咧未完結㗎嚇。咁啊，最後咧歡迎大家轉發翻呢個頻道。咁啊，再次多謝大家收聽收睇。下條片咧再同大家講個其他奇案，多謝晒大家，拜拜。